太好了，阿平今天竟然改变了卖貨的套路，一大早就背着乖宝上山砍了几千片叶子，回家后直接就包起了美味的粽子。这要是能全部拿到集市賣出去，阿平肯定又会怒賺5000塊錢呢。天刚蒙蒙亮，阿平和乖宝就早早的起床了。只見阿平走进廚房，他彎下腰，從柴堆裡挑出幾根乾木頭，小心地架在灶堂裡。有了这個新砌好的土灶，阿平燒火也变得順手多了。不多會兒，火苗就噌地竄了起來。這段時間他一直忙着照顧孩子，也忙着生活，已經很久沒給自己好好補一補了。從屋角拿出那口用了多年的老鐵鍋，鍋雖然黑漆漆的，但卻底厚結實，炒什麼燉什麼都香。骨頭處理好後，阿平又抓了幾塊生薑，用刀背輕輕拍碎，把骨頭和生薑都放進去，放到灶台上開始燉煮。他的灶台是用純黃土砌的，比那些水泥的要結實太多了。聽村裡人說，現在不少人家用的水泥灶，一燒久就容易裂開。為了早點回家剪視頻，我在瓜子二手車買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萬9買二手新能源。我推薦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幾千台新能源源頭車，全是從個人和批發商這些源頭來的。瓜子超級品牌周每台再補1萬塊，錯過就虧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頭職工更省錢。吊床上的寶寶睡得正香，小嘴微微張着。阿平輕輕地晃了晃吊床，生怕火聲太大吵醒了他。半個小時過去了，鍋蓋一掀，香氣瞬間撲鼻，整間屋子都彌漫着香味。為了不打擾孩子，阿平盛了一碗湯，坐在那張舊凳子上，終於鬆了口氣。如今好不容易能坐下來，好好吃一口熱飯菜，那種幸福感只有他自己懂。吃完後，阿平輕輕地抱起寶寶，熟練地把他背在背上。小家伙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搖晃的節奏，安靜地趴在媽媽背上。今天阿平要去山裡採粽葉，山裡的空氣清新。走了半個多時辰後，阿平終於在一片竹林旁發現了一叢野生的粽葉。這片粽葉長得翠綠寬大，阿平心裡一陣歡喜，他趕緊放下背篓，拿出那把陪伴多年的柴刀，彎腰小心地一片片收割，刀尖在粽葉根部輕輕劃過，力道也恰到好處，不傷葉也不斷筋。額頭上滲出細細的汗珠，陽光打在他的臉上，那份堅韌和認真，讓人既心疼又敬佩。也許旁人不會懂，這一片片粽葉對他來說不僅是食材，更像是寄託。端午節快到了，雖然家裡還很清貧，買不起豬肉，也沒有花樣的餡料，但他仍舊想給寶寶包幾個糯米粽子，哪怕只是白米粽，也要讓這個家有點節日的味道。寶寶在他背上也挺乖，偶爾皺皺眉，發出咿呀的小聲，仿佛在回應媽媽的辛苦，又像是在給他打氣。山風帶來陣陣熱氣，夏天的氣息撲面而來。阿平的衣服早已被汗浸透，緊貼在背上，但他沒有停下，依舊彎腰割葉，一刀一片，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。終於籮筐裡的粽葉堆得滿滿的，他小心地把粽葉捆成幾小捆，塞進筐裡，再次背起寶寶踏上歸途。回到屋裡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先照顧孩子。小寶寶被熱得臉頰紅撲撲的，他趕緊給他擦了擦汗，餵了點水，又搖晃吊床哄他入睡。等寶寶安穩了，他才顧得上自己。那麼接下來阿平又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？我們下期再見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頭職工更省錢。